今年过年期间，台湾网红晚安小鸡突然传出了在柬埔寨的西港园区被殴打失联，但后来又被柬埔寨的警方揭发，一切都是自导自演。整件事情反转再反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晚安小鸡柬埔寨事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过年期间，网红晚安小鸡的相关新闻成为了新闻版面的焦点。有些人好奇的是，晚安小鸡到底是谁？有人忙着营救他，也有人一开始就在质疑整个事件的真实性。那就在晚安小鸡跟他的朋友被柬埔寨警方逮捕，准备坐牢之后，虽然事情好像稍微告了一段落，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有看到蛮多不同的讨论。比如说，晚安小鸡到底为什么要造假？为什么柬埔寨警方这次动作好像特别的快？反观台湾这边，面对这种网红造假的行为，好像都束手无策，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喜欢日系复古小屋吗？那一定要来看看日本 Koizumi 昭和复古电风扇。这款昭和经典电风扇呢，不止在很多的日本影集、动漫都出现过，像是蜡笔小新啊、樱桃小丸子、哆啦 A 梦都看得到它。你长辈家里可能就有一台。这次日本 Koizumi 完美复刻昭和经典设计，使用蓝白配色，外加呢会发出咔嗒声的超疗愈按键和旋钮，让人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而且这款电风扇还提供了3档不同风力，冬天通风，夏天消暑都很适合。就算开到最强哦，也比图书馆还要安静。重点呢是轻巧不占空间，让你可以随时随地的享受悠闲单纯的生活。现在台规版还提供独家马达2年保固的服务，很欢迎感兴趣的观众到我们的资讯栏连结查看更多的资讯哦。今年31岁的晚安小鸡是台湾的探险直播主，他的影片内容多半是以恐怖探险为主题，常常可以看到他在废弃的建筑里面直播。2020年的11月7日，晚安小鸡在台北市某间废弃的医院直播时，撞见了一具上吊的半身干尸，结果报警之后，发现自己意外破获了一起失踪案。这个事件让他打开了知名度，还收到了家属的红包答谢。而在他持续的经营之下，也慢慢累积出了一票喜爱追求刺激的粉丝关注。截至事发之前，晚安小鸡的 YouTube 订阅数有 12.9 万 ，Facebook 粉丝专页也有19万的人追踪。后来呢，晚安小鸡也开始出国探险，例如他在2023年的5月，他在日本的恐怖医院直播，过程当中疑似拍到灵异现象，一度成为了当时热门的网络话题。不过今年过年的柬埔寨探险之旅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让晚安小鸡的知名度直接跃升国际。2024年的2月12日晚上，晚安小鸡在直播当中声称自己来到了柬埔寨西港的凯博园区，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诈骗园区。但是呢，直播到一半，他就被不明人士突袭，还疑似遭到了殴打，画面陷入了一阵混乱。最后呢，这个直播还被一个身穿军装的人给关闭。而到凌晨，晚安小鸡的老婆跟朋友一起开直播证实，他们已经跟晚安小鸡还有陪同的导游都失去了联系。就这样子，晚安小鸡失联了一整晚，直到了2月13日的下午才再次现身，以直播的方式报平安。但直播当中的他呢，神情紧张，而且衣服破掉，头发被剃了一半，身上呢还有多处受伤。他边跑边解释自己昨天呢被当地的军人殴打，身上的财物被洗劫一空，行动还遭到了控制，今天下午才勉强逃出来。但他很怕被追上，所以呢要先赶快的躲回饭店。解释完之后呢，又马上关闭了直播。那也因为事态涉及到人身安全哦，所以粉丝啊、媒体还有警方都非常的关注这件事情。而在台湾这边呢，刑事局透过管道向柬埔寨警方了解情况，而柬埔寨西港的省长郭宗朗呢，收到消息之后，也在脸书发文协寻晚安小鸡。不过这个时候呢，也有越来越多的乡民开始觉得晚安小鸡的遭遇跟说辞好像哪里怪怪的。首先有不少人质疑，如果真的在逃命，为什么晚安小鸡还有办法开直播？而且如果他真的被抢劫，那手机怎么没有被抢走呢？另外也有人觉得亲友的反应也太不寻常，晚安小鸡失踪了一整晚，但家人竟然选择开直播，而不是主动的报警求助。找人这件事情呢，还是刑事局主动发起的。而刑事局也证实了晚安小鸡直播事发的地点并不是他声称的凯博园区，而在废弃的金水园区才对。
那这些疑点让很多人开始质疑晚安小鸡真的有被绑架吗？对此13号的晚上呢，晚安小鸡的好友另外一位探险网红阿闹透过直播激动地表示，没有人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表示他们已经联系相关人士准备营救晚安小鸡。那很快的隔天，柬埔寨警方就宣布他们已经顺利的找到晚安小鸡，而力挺他的好友阿闹果然也一起出现在画面上，但他们不仅被上铐，接下来的发展也跟他们声称的情节很不一样。柬埔寨警方宣布这起绑架案呢都是晚安小鸡一伙人自导自演的，两人还当着省长郭宗朗的面呢下跪请求原谅。但2天之后，两人还是因为违反了煽动制造社会动乱罪，被柬埔寨法庭判处2年有期徒刑，罚款400万元瑞尔。刑满之后呢，驱逐出境，终身不得入境柬埔寨。那这个判决出炉之后，台湾这边的讨论也越来越热烈。有人觉得柬埔寨警方跟法院超高的办案效率实在大快人心，因为这年头很多网红为了流量，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做出来，所以这次的事件或许可以成为一个警惕。有人认为之前大家都觉得这柬埔寨治安很差，结果我们的网红跑去造假，还要靠对方警察办案抓人，反观我们司法单位动作慢吞吞，真的很丢脸。但同时也有不少律师认为呢，两人被火速判刑其实并不算是什么好事。这种立场的想法主要是认为柬埔寨的司法似乎没有保障到被告的权益。首先一般来说，审判的时候应该要遵守无罪推定原则，在经过完整调查跟诉讼流程之前，不能够未审先判。但这次事件从逮捕到判刑只有3天的时间，不禁呢让人怀疑他们真的有完整的走完流程吗？有律师帮被告辩护吗？有没有可能其实晚安小鸡真的是被绑架，但柬埔寨透过不正当的方式逼他认罪呢？此外，也有律师认为假设晚安小鸡真的罪证确凿，但官方用煽动制造社会动乱罪的名义来定罪，也是有点争议的。他的影片内容真的有到制造社会动乱的程度吗？法院认定的标准是什么？量刑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在时间紧凑甚至可能缺乏辩护律师的状况之下，这些法庭上面呢，应该要被好好讨论问题，很可能都会变成法院说了算。而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觉得很疑惑的是，过几年柬埔寨诈骗猖獗的时候，警方感觉都没有那么积极，这一次却一反常态大动作抓人，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针对这个问题大部分的评论都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过去几年的负面形象已经冲击到柬埔寨的名声了。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2019年柬埔寨的外国入境人数为380万人次，其中中国游客占比将近 40%， 但到了2023年的上半，中国游客的占比只剩下 10%， 严重的冲击到柬埔寨的旅游业。亚太旅游协会柬埔寨分会的主席表示，先前诈骗集团猖獗让柬埔寨被视为是不安全的国家，这可能就是中国游客却步的原因。所以这几年柬埔寨当局正在试图的挽救柬埔寨的国际形象，他们展开了扫诈行动，肃清诈骗园区，而晚小鸡的影片对他们来说好像就是直接在挑战底线。而事发之后呢，柬埔寨总理甚至还呼吁司法部门不要减刑或特赦，因为他不容许任何人再以任何的形式抹黑柬埔寨的形象。那这样的发言虽然确实会让某些人开始怀疑柬埔寨司法的公信度，但台湾这边大部分的声音可能都是拍手叫好，因为这几年失控的网红似乎越来越多，但我们的政府单位却好像总是束手无策。很多人觉得呢，这几年台湾的网络上面已经有不少网红造假的例子，情节比较轻的可能像是捏造自己的经历，创造特定的人设来博取关注；比较严重的可能会涉及到商业行为，比如不实的宣传资讯，又或是呢在某些社会议题上面有人会提供不实的资讯，造成社会的对立与恐慌等等。而针对这样子的乱象，有人觉得政府跟平台都应该要出手立法管理，对自媒体内容还有网络直播提出相对应的规范。比如有人就建议，因为现在网红已经算是一种职业，所以政府或许可以规划某种网红执照，如果未来他有违法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吊销执照。但也有人觉得要立法管理几乎是不可能的，又或者说这样做下去可能反而更危险。首先我们要怎么样定义网红？为什么管制的对象只有网红？所谓踩线行为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真的有办法抓出一条大家都能够认同的标准吗？另外也有很多人担心，这个法条可能会压缩到民众的言论自由。如果这个标准是由政府或少数人说了算，那它甚至可能会变成国家控制舆论工具。所以有一派的人觉得，与其要求谁来管理，这一切的一切可能都还是要回到观众跟网红的身上来处理。网红的部分就是要他们自律，而观众的部分呢，则是要努力的加强自己媒体识读的能力。真的不实的资讯或者是内容呢，就检举或跳过。只要越少人关注，那这些内容就比较没有杀伤力，网红也会因为没有流量就放弃制作这样子的内容。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发现，早在2年前，晚安小鸡就曾经在台湾造假，说自己被街友持刀追杀，被警方呢以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法办。那虽然后来法官认为晚安小鸡的影片当中散布谣言的内容不够具体，所以并没有起诉他，但上一次的记录可能也让很多人对他印象不好。所以这次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除了愤怒，可能还觉得很丢脸。那么观察这种感到丢脸的情绪，或许也不只是局限在晚安小鸡的身上，可能也反映出很多人平常都对于网红各种追逐流量的行为感到很不满。那平常呢，在台湾闹就算了，这次还闹到了国外，实在很尴尬。但如果要讨论到该怎么样减少或控管类似的网红乱象，我们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同样是拍片造假，柬埔寨跟台湾司法处理上面的差异，或许正好显示出两国对于言论自由的态度差异。事实上呢，前几年的数位中介法，政府也曾经想要透过法律的方式来尝试减少不实资讯的问题，但当时呢，就因为争议太大而无法过关。代表至少就现阶段而言，大部分的人还是觉得任何对于言论的管控都需要更谨慎。那我们自己是觉得，如果想要兼顾资讯正确跟言论自由，透过商业的机制来制衡，比如不实资讯就检举啊、拒看，让内容创作者减少收益，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解法。但换个角度来想，如果有些组织啊或是单位，它基于特定的目的，就是愿意投注大量的资源来传递假讯息，那透过商业机制防范的效果应该就会很有限。所以到头来啊，强化所有人的媒体识读，搭配商业机制的双管齐下，可能还是比较完整的方向吧。但关于这个部分，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蛮多次。大致上来说呢，我们还是觉得很不容易，暂时想不到更迅速、更有效，但又没有什么风险的方法。不过这只是我们的想法而已哦。今天最后就想要邀大家一起来讨论看看，面对网红提供的不实资讯的问题哦，你觉得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呢？立法从使用者端下手，如果有造假的行为，就要视情节给相对应的惩罚。比立法从平台端着手，要求平台设立机制，避免虚假讯息传递。C 完全不需要透过法律，靠商业机制跟群众的媒体识读。第几条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来参与晚安小鸡柬埔寨事件的相关讨论。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柬埔寨诈骗园区以及台湾媒体还有救吗？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